阔的天空，挣脱怀抱，张开了翅膀，我们飞向希望。就算跌倒，不怕嘲笑，继续奔跑。就算烦恼，不会逃跑，坚持到老。失去了全部，还有骄傲。我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去找。对酒当歌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。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对酒当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睡不着，起不来，这什么辩题啊？都得视情况而定啊。没错，是晚上睡不着更痛苦，还是早上起不来更痛苦？而且不是双方自说自话，没有评判标准了。天哪，已经48个小时没睡觉了，好想睡一觉啊！回答对方辩友的问题。哪个更痛苦不好比，我们不妨就比较一下哪个更不痛苦，那么另一个不就是更痛苦了吗？那请对方辩友指教详情。早上起不来，你还有闹钟和迟到的恐惧督促你起床，但晚上睡不着是真的没有办法。不仅现在睡不着，而且早上还要担心起不来的情况，你看双倍痛苦。比起早上闹铃、电话、迟到、恐惧三连杀来说，还没那么痛苦。起不来不痛苦啊，你都没起来还睡着呢，痛苦什么呀？当然还是清醒的人更痛苦了。恭喜235辩论队赢得本场比赛。恭喜反方东财大辩论队赢得本场比赛。我们的下一个对手，鄱阳学院，江湖人称浪里飘，擅长交织型立论。因为他们的立论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点线面连成一片，直接把你拍死在沙滩上。现在比赛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。别动！恭喜235辩论队赢得本场比赛，让我们恭喜他们。看，所以最典型的就是电车难题，死一个救一群，对不对？不一定啊，我觉得现在主要核心讨论的观点是民主制度。像西方那种一人一票式的民主，往往会造成多数人的暴力。你能说这种暴力也是正义的吗？那要看你怎么去定义正义了。如果是从物竞天择的角度来看，它就是正义呢？请问对方辩友，如果多数人的暴力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延续，那难道不是正义的吗？您的意思是对个体的不义可以成就群体的正义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认为正义是随时代而变化的。那同一时期的正义有明确的定义吗？如果有，您方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正义何以成为正义呢？
辩题是校园暴力该不该重判？我觉得应该。现在有多少孩子受校园暴力的影响？可这样，不就违背了法律的理性吗？法律是不断完善的，如果主张重判的话，意思就是现在太轻了，不够理性。有道理。其实啊，这一点双方很容易达成共识，但问题是，重判的结果是否恰当？校园暴力案件不断增加，重判能够起到示范意义，不是吗？其所谓示范意义，而舍法律公平公正，是应该的吗？法律本身就允许将社会价值考虑进量刑范畴，对方辩友对法律的公正性理解偏颇了吧？校园暴力普遍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，激情暴力占据多数，示范作用本来就弱于成年人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青少年心智成熟的年纪也不断提前。如果激情暴力在青少年性格养成的时候变成了习惯性暴力，甚至暴力价值观，轻判校园暴力则贻害无穷。恭喜235辩论队赢得本场比赛。本次获胜方是235队，恭喜他们进入4强。走吧，我们的比赛也要开始了。到此为止，论证完毕。逆门有很多的弊端，也有很多的不完美，但是它保证了在网络讨论中的最终目的。这一目的也只有在网络讨论中才能真正意义的实现。看样子很快就可以出结果了。没有想到我们比他们还先进决赛，这就是差距。没事，等他们比完赛，好好埋汰埋汰他们。别急，说不定他们进不了4强呢。石明看上去很美，很文明，但是他达不到这一目的，不及格，所以利大于弊。谢谢。现在，我来宣布本场的结果。获胜的是正方东周财经大学。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。没事，对自己有点信心。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，进入半决赛队伍下午来抽取下一场的题目和持方。大家最近都很辛苦，但是我们就剩2场比赛了，这时间实在是挨得太紧了。放心吧，小姐，我们这点备赛的意识还是有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半决赛的辩题。接受现实和改变现实，哪个更需要勇气？接受现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让我现在马上接受咱们要打的这个辩题，就很需要勇气。唉，我觉得接受我们是被动的一方，更需要勇气。我们的持方是接受现实更需要勇气。完蛋，难搞。不过再难搞也得搞。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好开始准备辩题了，希望不要再有抓马的事情发生。好哎，今天好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下一场对手是谁吗？南溪学院。那你们知道他们的领队是谁吗？请抽取持方。2位，可以开始了。师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说小撒这几天怎么这么魂不守舍的，还总玩失踪？看来是找妹子去了。他长什么样啊？对，
反正被小撒，我觉得我委屈了。高不高？高是吗？高就高。墙头白马，老白呗。所以现在原油价格降不下来是有原因的。对，是啊，是吧？是。小撒，咱们下场比赛打谁呀？南系啊。咱们都是第一次打省赛哈，就对对手也不是特别了解。你了解南希吗？我是说，毕业都这么多年了，现在的南希我不了解，但要说5、6年前的吧，也不太了解。好了好了，那大家再继续讨论辩题吧。蛋蛋行不行啊？他不会是忘了任务，真去约会了吧？没事儿，就算是约会，那也是为了小蔡老师。叫什么事儿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，你快点啊！我以前有一朋友的女朋友呢是江南戏剧学院的，她未来男朋友的红颜知己呢正是学校辩论队的，我俩就以一个海贼王漫画作为定情信物，不，接头暗号，在一个巷子里的洋蝎子馆接上头了。她一见到我，那哈喇子都流出来了。重点说重点。重点就是，那姑娘叫点点，和小蔡是大学同学。他手机里还有2个人的合影呢。然后呢？没了。没了啊？没点历史故事啥的。人队员也不知道，和你们一样。那你去了半天，你研究什么去了？你如果想知道那红颜知己的消息呢，我待会儿连他们小区有多少只流浪猫都一清二楚。接受现实更需要勇气。主体逻辑是？逻辑主体就是现实会更惨。为什么？不惨你需要什么勇气啊？要是咱们都生活在迪士尼童话故事里面，我也什么都不需要。所以咱们现在同意这个辩题的隐性前提，就是面对不愉快的现实，我们到底是接受它还是改变它，对吧？对，我们的持方是接受现实更需要勇气。确实，如果面对一个令人不怎么愉快的决定，但是我们却要接受它，是挺需要勇气的。没错，我们在面临不随人意的现实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要改变它。要克服这种冲动，还要尝试去接受它，确实挺难的。要我说啊，我也觉得尝试改变比较容易一点。就像我当初犯错，到处乱借钱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想怎么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，因为现实太可怕了。大家都同意我们这次算是优势方了？我不觉得，现实它很残酷，想要改变它很难。人呢，在面对更难的问题的时候，才更需要勇气。我觉得不是，接受一个难受的现实显然更困难。要是现实没有达到你的预期，那我们就去干翻它。等你被现实蹂躏了100次，你就会觉得接受它比较简单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擦个车。
你居然抛下了我，抛下了我们的辩论队，抛下了我们3年以来的梦想。不是说好了要做彼此一辈子的队友？点点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要回到我的故乡，像一只鸵鸟一样，忘掉了这一切。不，我不要忘记，让我带着我们的梦想留下来。我要带着我们的校队打进省赛。不，为了我不值得。我要的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你。多年后，甜甜，你真的在等着我？哎，热死了！热死我了！一会儿小撒来了，我们2个就打算这么表演给他看，希望能够激励他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演得很好，但我就是有点担心小撒看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是在讽刺他呀？怎么可能？我们2个都真诚了，是不是？特别走心。哎，你们说，小撒当年就这么走了，算不算渣男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不算，他们2个当时对彼此都有好感，更何况人俩人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。辨认未满最难搞。小撒当年肯定也是迫不得已才回到这儿的，人俩可算异地呀，这样。哎，也是可怜的一对儿。哎，等等，我们3对儿毕了业也是异地啊？异地恋啊？那毕业分手排行榜第1名。哎，没关系，以后小鱼去哪儿啊，我就去哪儿。反正像我这样的人才，无论放在哪里，窜天猴一样，窜天猴。我跟马南也约好了，以后我跟他一起，房贷一起还。你们都规划好了？可是我也要跟着我们家小燕燕一起走，她去哪儿我去哪儿。马南，你在这看什么呢？小撒，哇，你好变态，还有这癖好啊？那学校的学妹你不看，看着中年男子。他在跟那个叫点点的姑娘约会。真的？师哥，哎，这些年还好吗？还凑合，就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，挺开心的。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你们做2队打积分赛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关注着了。虽然那时候你们境遇并不太好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们一定能在省赛遇到他。点点，其实有好几次也挺悬的。你带的队伍一定没问题。点点，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呀。你走之后，我就带着辩论队进了省赛，虽然止步8强，但成绩还算不错。然后我就着手考研了，没想到考本校研究生还挺容易的，所以我还有时间一边操持着辩论队。后来辩论队成绩平平，直到我研2的时候遇到了2个厉害的学弟，再一次杀进省赛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你先完成我们队的宏愿啊？还是你厉害。这以前的事儿，你都还记得呀？当然啊，你当时一天要说800遍挺进省赛，我怎么可能忘得掉？那是为了我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是一直想留在上海。对我而言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考研留校啊。而且打辩论可是我的强项，学校现在可倚重我呢。哦，那挺好的。是挺好的。不过更好的是，你还是当上了辩论队教练。
嗨，我是代理的，我的教授才是教练。不过你这是超厉害，我这2天听工作人员说，你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魔鬼教练了。诽谤？你觉得我像魔鬼吗？当然不是，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小女孩。你该不会以为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的吧？哦，嗨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。没错，就是为了你。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？我会读唇语。怎么不早说啊？他俩刚刚说什么？这个嘛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就是闻者伤心，听者流泪，可歌可泣，可歌可泣呀，真的。哎，快说啊！说。怎么能这样呢？那小撒想什么呢？点点姐肯定是在等他呢。我同意，我可是看过小撒工资条的人，以点点姐的长相和才华，当个辅导员太屈才了。我也同意。点点姐一直想着帮小撒完成梦想，现实到最后变成自己的梦想。我嘛是旁观者清，就是不知道点点知不知道小撒的心意啊。哟，这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你一样，看漫画。对啊，大家都在准备半决赛，你在这里看漫画，你不怕小孩骂你吗？我就是在准备比赛，要不然你以为我结辩里面那些人生感悟和案例是从哪儿来的？漫画啊？对啊，哎，你看这个，什么？火影忍者。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佐助，但最后只有小樱追到了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他坚持不懈。嗨，你看啊。有那么多女生对佐助流哈喇子，但是呢，她们都有难言之隐，都不敢说，只有小樱敢表白，而且是那种不断的表白又不断的拒绝，就是没人要了也无所谓。哦，那这个小樱还确实喜欢这个叫佐助的，他吗？哦呦，你看这，很帅嘛，很有我年轻时候的姿色啊。但是你看啊，小樱她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做事能力也差。他自己也知道啊，样样都不如人家，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遇不到更好的了，知道吧？这么现实啊？30郎当岁，现实一点不挺好的吗？有道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佐助心里也明白，他一直欠小樱的，一直对不起小樱，但是都没关系，他们俩在一块儿慢慢会偿还的。再说了，最后谁占谁便宜还不知道呢。你是在说我吗？我说了，我在弄辩题，大哥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改变现实真的很难，比你想象中还要难。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如果留下来，我能干些什么。那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会留下来吗？会啊。这不是没有机会了。哎，你说你这么纠结，到底是害怕面对现实，还是害怕面对过去自己那些行为啊？啊，我觉得吧，接受比解决更要难。所以你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？你完全可以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，你去解决它，对吧？这是个好点子，我要记下来。哎，那个，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他们俩的故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完呢。刚才说的是我推测的。
师哥，哎，这么晚了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刚才我路过书店，看见这本漫画更新了，我记得你很喜欢，就顺路给你带过来。你还记着呢？那个我刚才翻了一下，小樱、佐助这两个人挺有意思。对啊，以后有机会讲给你听。啊。你特地过来一趟，就是给我送漫画？啊，不，我就是来给你送漫画。那谢谢了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哎。点点，对不起。当时毕了业我就回家了，留你一个人在上海。其实我很担心你，但是一直不敢联系你，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你。开始我以为你毕了业也会回家，可是后来托朋友打听才知道你留校了。我没有想到我年轻气盛的一句话会让你为之付出了这么多年。我欠你句道歉。对不起。你还打听着我的消息呢？啊，一直打听来着。哎呀，不关你事啦。虽然打进省赛那句话是你说的，但是那也是我的梦想啊，我是为了自己留下来的。而且我做到了学长没做到的事，我还挺得意的。那知道你过得挺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就够了。不够。不够吧？除了对不起，你就没有其他的话要和我说了？有很多。你指哪方面？比如，我也很想你。我也很想你，一直想你。一看到有人打辩论，我就想你。那个，这个时间也挺晚的了，明天要打比赛，要不然，早点休息。行。那晚安。晚安。要不等打完比赛，我带你好好逛逛。好。好。晚安。晚安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经历了些什么？小三，你来了。小红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别提，实在是想不出来了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这演鬼片了。那好吧，跟我说说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想了一晚上，什么都没有想出来。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？你跟点点姐有进展啊？没有。禽兽！不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这么伤心了。我是说，我们这么日夜不休的准备比赛，而你却在谈恋爱。是你一厢情愿呢，还是点点姐对你也旧情复燃呢？那当然，应该是后者吧。点点姐说的。我猜的。看火锅。再见。
开脑门就算是好了。那小鱼打第一天认识我的时候就已经爱死我了。哼。哎，小子，单纯是好事。你这30多岁了，又单身又单纯，真挺不如人的。那你们说怎么办呢？看你自己啊，你想怎么办？你是想重新追回他，还是等比赛结束，他一个人拿着行李踏上寂寞的火车，前往寒冬的上海，然后此生不复相见？那我得选前者吧？这就对了吧？放心吧，我们帮你。点点姐有男朋友吗？应该没有吧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手机拿来，我帮你看一看。辩论赛、图书馆、漫画店，好像还真没有啊。没男朋友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问了他们队队友。哎，那赶快去约点点姐呀！小豪姐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呀？按照你的性格，你不是应该说，好了好了，人家自己感情的事情自己解决了，我们就不要插手了。反正都管那么多闲事儿了，不插这么一件。一起吃晚饭吧。不是你们怎么都跟要生娃一样，紧张什么呀？可是我今天晚上要教学生哎，要不然我们点外卖在酒店吃。在酒店吃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我发现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啊？你也肺活量啊？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口味变了没有啊？放心吧，我们有万能的水哥。你要都在这儿，尽情享用。再见。这个点太容易破了，换掉。知道了。质询不够犀利，很容易被对方抢去节奏。通宵再改一下，接着来。好的，教练。这就是你们准备了1天的结果。之前的比赛都是凭运气进的吗？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有。啊，要不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帮他们看好资料。好，那我。姐，我们不着急。我有点饿了，有谁要吃东西吗？走。那点点姐，你忙吗？他们好怕你啊！我很凶吗？不凶，你当然不凶。那个，也不知道你口味变了没有？没变，都没变。来。我们以前也像现在这样，在训练教室里通宵准备比赛。是啊，我现在看着他们上场打比赛啊，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也回学校了似的。等省赛结束，一块回学校看看吧。好啊，我都好久没回去了。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当对手。那对方辩友，你们得加油啊！我们队很强的，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那要不然，还是留点儿。怎么，怕了？怕。太腻了，你多吃点。你怎么还这么挑食啊？你看你瘦的，现在比赛压力大，你得多吃点。你块肉大，你多吃点。哦，那我多吃点。那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啊，那个明天你什么安排？明天我们2队比赛啊。哦，对哦，那比完赛呢？比完赛我要赶飞机回上海。这么着急啊？不是说好带你好好逛逛吗？有什么急事吗？
我要赶着回去办签证，我下个月就要去加拿大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一路平安。李岩加油！你也是。小桑，来，你没点进去。咋？瓶颈了，瓶颈了，瓶颈了！你看啊，对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论点，有一部分现实就是明知道不可能实现的那种。面对这部分现实，仍然需要改变它，就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要为之的绝望和悲壮。你说，这是不是比接受它更需要勇气啊？想当年呢，我决定离开点点的时候，是我最纠结的时候。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可现实就是那样，我真的很无力。你真的要走？学长，现在已经进省赛了，这不是你的梦想吗？如果真的要走的话，一起打完比赛，可以吗？点点，我很想留下来，可是工作那边已经通知我入职了。毕竟我们还是要面对生活的嘛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点点，我本该和他一起面对的。所以你怎么界定现实呢？怎么给现实定义呢？客观存在的现实，不可改变的现状。人呐，很难真正看到完整的现实，多数时候只是我们以为的现实罢了。说到底，就是我们自己太弱小了。好论点。小撒，既然论点这么好，我们就着这个论点讨论一下辩题吧。哦，对对对，不用管我，我是个成年人了，我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去吧，准备。想当年呢，我跟点点也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通宵。想当年，我们也是这样相互扶持。我们在讨论辩题呢。拍个照，拍个照。想当年呢，我们也是这样的自拍。想当年，那个，我这有片褪黑素，要不然你吃了回家睡觉吧。你吃那玩意儿干嘛？你睡眠不好吗？我洁便洗不出来。我来吧。哎，你不能因为是点点姐就放水啊！想当年，我也是南希的最佳辩手，黄金4辩。看来南希一直没有剩下是有原因的。
有些难过，可安慰不敢说。错过的爱，是我只配沉默，是混人群穿梭，数着圣诞的烟火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简讯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心也填满了空气，只留下回忆。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简讯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